嘿，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哈。今天的题目是谁要跟你告白哈？这个题目非常受欢迎所以我们应该就是每个月都会定期来帮你们大家来捕捉一下恋人的讯息哈。你可以随时来看看哪一个故事线比较有可能发生在你的生活周遭哈。那这个就是今天的3张牌都是愚人牌，但是风格不同。那我们等一下拿近看的时候，你想要看仔细，你可以按下暂停来，这是第一组牌的愚人。好，这是第二组牌的愚人牌。好，这是第3。好。那大家应该都很熟悉选牌的一个直觉怎么使用了哈。那选定好之后，我们就开始吧。来，我们直接从选择1号牌的朋友开始后，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跟你告白？好，这个题目每个月都会有一次，至少都会有一次，你可以随时来听哈。好，来，我们直接从整个大的牌阵来看哈。来，我们先抽5张来帮你看一下基础在哪里。我尽量帮你捕捉一下那一个讯息跟相近你生活里的故事线是什么。好，中间出现了太阳牌这个是蛮不错的一个基础哈。那整个垫底的是权杖2，再来属于你的位置的是星星牌，这些都是不错的一个牌面哈。来。再来非常深刻隐晦的位置是钱币2，那至于它的方向的那个是圣杯1，我来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顺序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哈。来，首先呢，你们的关系其实是朝着一个我觉得啦，你原本心情上所想要行走的那一个方向你想要你原本期待的，好了，我更白话一点来讲，就是说你期待的那个人、那个样子、那个条件，你想象中的这一次，这个可能要跟你告白的这个人，比较符合你心里的那一个期待因为他是走向了一种心有所愿然后将要具体呈现的一个情况。好，然后那一个方向呢？先说那个方向它会有一个能量，然后它会属于谁不知道，但是它会属于一个符合这个能量的人。那个能量是什么样子的？那能量是那个人可能，我必须说，那个人对我现在看到的能量来说，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太多次的深刻的恋爱经验。好，他可能有一些交往经验，但他对恋爱的浪漫的深刻度、理解度可能还没有那么多，也不能说他没有恋爱经验，或是他对恋爱这不成熟了。他可能对恋爱的见解是蛮成熟的，蛮听过很多故事，他大概知道爱情是什么。但他真正有感受到炙热的恋爱炙热的感受的那个层次吧，可能没有这么深那他还是比较以为情感上面是可以比较理智协调的啦。也就是说，他可能还没有感受过所谓的很极致的浪漫主义很深刻的浪漫主义所以这个告白的人可能对于比较，因为你会来听塔罗牌，你比较相信神秘主义，你比较相信身心灵，对你来说，他可能会比较呆板一点，会比较木讷一点。但是也因为这样，他内在的那一个真诚度。会比你所认识很多很理解爱情的人来说更加的 pure， 更加的直爽。不能说直爽，应该是说很直接、很干净。那必须说，因为这个牌面是蛮协调的啦。有2个2然后星星太阳他们是在同一个循环中，是达到一个交替的一个很好的平衡。我不太确定他应该是要往你这边走来，还是你往那边走来。但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当你现在自我的意念强一点，再强一点，你会把这个部分的能量吸引过去。
然后会加速的吸引过去。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很具体的想象，你想要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当然他当然不会100%把你想要的那个人在一起，但是他会趋于接近你想要的那个人，最近也很接近下一段恋情的人的一个概念哈。有个方法是你可能近期啦，你可以试着冥想，或是试着跟宇宙下一下订单，跟宇宙许个愿，跟宇宙说说话。你跟宇宙说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跟你的高我说，不一定会跟你的指导灵说，不一定会跟你的守护天使说，因为他就是在跟一个未知的领域的力量，一个能量在说话。我们只是把它拟人化来形容，说它可能会有高我或什么没有，那就是你的内在一些能量对于宇宙的一些祈求，它会有所回应。所以今天选到1的朋友，你可能加强一下你的意念，加强你的可能就是欲望啦，这次就比较贪婪一点，比较欲望一点，他可能会把那个适合你的能量从中拉扯过来，比较快就接近你。这一次的这个能量是这样，那我只能说，对面的主动性我现在看到没有那么高它比较像是一个被动被拉扯，但是好像能量是有准备好，但能量的细节我们等一下再翻来，我们再来翻一下这整个能量的细节走向是什么。看一下到这里来说的话，你已经可以看到非常明确的。那我们先这样子来看一下帮你看一下。圣杯时光与胜利是，我发现在我跟你说你要再多一点内在欲望，再跟宇宙再更许愿这个暗示之前，你似乎是处在一个半信半疑的状态你有你似乎心底有一种真的吗？我跟宇宙许愿，我跟宇宙说了，效果会有增加吗？你更相信的是，应该是要去寻找吧，应该是要在身边的人事物里面去看到，去确定，去追寻，或是去，反正你觉得靠自己的理智去判断谁可以比较适合在一起，比较重要吧。你心里有一半，算一半吗？你心里有一个这样子的内心的战争，内心的打架，内心的跟你想要相信我刚刚说的，跟宇宙再去许愿，把意念增强这一个概念，这两组概念正在似乎在你心里有所打架，但我觉得无可厚非，一定要这样子，或是一定会这样子因为我们毕竟我们不会全然的投入于身心灵的这个神秘主义的这个指引如果你全然的完全相信，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点危险因为你实在太依赖了。比如说你太依赖了当然还是要有所判断，有所整合。在你听了这么多的故事线来说，你是否已经整合出，或是直觉到，其实好像有某一个类型、某一个样貌，好像是你常听到的那可能那个故事线才会属于你，而不是每一段你都执迷的觉得一定会这样发生应该要各种讯息就像我们频道的 title 写的，就是说宇宙的这些讯息不能把它当成是一种真理就是你要遵循的真理，你应该把它当成是你一种
象征哈，我是把它解释成你要把它当成这种生命的暗示，生命里的暗示。所以这些故事线会有暗示一些情况，就像我跟你说，这个能量在这里哈，它可能不是那么浪漫或什么，它可能遇到你的时候，人是其实比你想象中的呆板，这是一个能量的象征。也就是说，它也可能暗示着它其实比你还务实。它可以带领你走向更有生活感的事情，而非追求一种极致的浪漫，而非追求一种情调上的品质的提升。他可能会告诉你一些更生活的，然后让你可能更知道说，生活里的小甜蜜，也许就能够营造出更多的浪漫。它有时候是这种能量的互相搭配出来的结果哈。来，我们来回来这里哈。所以你这一股的半信半疑，我觉得还可以啦，还 OK 了。我觉得它不在一个非常自我怀疑非常强大的位置，反而是你对于你的判断未来的恋人出现的那个情况，或是你在判断你下一个你想交往的人的情况，你至少保有一个蛮好的理智。然后这里其实是因为你的理智面其实听了这么多身心灵来说，你是理智面有所觉醒，那你心里的某种向往，就是说你想要什么样子的情人，这个某种向往也越来越具体化了。这算是另外一种觉醒因为他这边就是说，你想要的人，其实你可以自我去寻找，你不希望，或是你有一个成分，其实你不希望你只是被动的被别人告白，他来了，然后别人告白你就接受，你还是有保留一些判断机制，并不是我虽然很期待一份恋爱，然后谁告白我都接受，没有，其实你还是要保留一个理智。我觉得这算是很好的，我觉得这算是蛮好的，而不会因为想要一段炙热的爱之后，当它出现的时候就完全投入哈。来，我来帮你看其他阶段的哈。不过我还要先告诉你啦，这一个将要跟你告白的人，他会给你带来一些，他算是能带你到一个新境界的人哈。也就是说，他其实跟你是完全不太一样的人啦。因为我有所看到，当这个能量出现，你们有所接触的时候，它会在一个阳光普照的大自然、大地里，让你感受到新世界以及重生。你的心态上会进入一个新世界，你会呈现一种你的善意会突然暴增。我不懂为什么这里善意突然暴增对于这个人，我不是可能是这个人的跟你的完全不同，所以但是你又对他有所感动，对他有所喜爱，然后你的内在就有一种，我觉得你内在就有一种开阔感就上来了哈。就是你有一种慈爱、善良、正面的能量，在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就爆发开来，而且你似乎会开始要求自己对于人的偏见是否应该要削弱。他这里有一个重生的点，更像是你开始对自己蛮严厉的了。就是你以前判断人可能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要这样子的人就是不要这样子的人。可是这个人出来的时候，可带来了某种可能性，让你发现说，你所以为的世界，你所看到的人的种类，似乎已经超越了你的认知。原来人的好，或是人的一种平淡，或是人的一种简单，都是幸福的来源之一。白话来说，我讲很白话来说，这个人可能会削弱你对于浪漫的想象，但你觉得很实在，应该是这个概念。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概念，因为他这里我一直有感觉到，他这边有一种很舒适的平静，很没有装饰的幸福，不是一种刻意营造的快乐，好像很自然而然的在最简单、最朴实的角落出现的一种幸福感，在这边也一直有这个讯号出现。好，那我再看一下9，19多久哦？
那他这个人，其实他是一个自己一个人就，我觉得我们常犯到这一个点呢，就是常常犯到对方都是一个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过得很好的，也就是说，你的出现或是没有出现，对他原本的人生来说，并没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常常碰到这个牌，对不对？所以都很像是说，我都觉得这很像是说，整个能量或是整个宇宙都有在准备某些人，把他送到真的很需要爱情的人面前。这一题也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本身自己一个人，爱情可有可无，对原本的他其实都还好，他已经可以过好自己的人生了。当然，在他心底确实还是有一个成分，他希望说，当然有人陪也不错啊，有恋爱也不错啊，他也会羡慕着别人有一个爱情，都有。但是如果去掉这些，他自己一个人其实都还过得还可以。然后他自己心灵的一些满足啊，内在的精神食粮各方面，他都能够满足自己。在他的朋友或别人眼前看到的他，其实算是一种蛮有智慧的，蛮能够帮助别人的，蛮能依赖的一个前辈长辈。今天是有前辈就这种概念，好，就是在学校里很能够被人依赖的学长姐这种概念，他有这种气质了。必须老实说，他这边给的他的讯号，对于他的人的雕琢的讯号，其实蛮微弱的。的讯号，就是说整个具体化，他是什么样子的人，其实我这边说到的，如果要去一个形象来说，其实是蛮微弱的。有的时候他会突然出现一个样子，这一题我真的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只是能量上形容来说，他算是一个非常独立自我，他旁边没有什么人，他自己一个人就能够发光发热，他自己一个人就能够把自己照顾好的人。所以这里我比较倾向于是，我觉得宇宙好像把这个人挑了起来，要放到你面前，然后反过来看，他看到你的时候，会有一种好像雨过天晴的感受，然后有一点点燃起他心里某些很深沉、很内心世界的一种对于爱情的小小的渴望。也就是说，他人生这整段里面，他曾经有想过说，如果我有爱情，我想要什么样子的人？他有想过，但是他没有那么热情的去刻意的去追求，就是那一个小小的心愿，那一个小小的期许，在他心里，在遇到你的时候，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所以，当他遇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他对你表达示好跟告白的速度应该是蛮快的，其实是蛮快的哈。好，我再看一下哈。其实我再翻一下其中的一些连接，没关系，我帮你看一下其他一些，翻一些暗示性的位置哈。一下，就这里我帮你翻一下，我想帮你抓一下他可能的内心世界的渴望哈，帮你抓一下他的人啦。看一下，我觉得，原来是这样子。他，我刚刚说你的出现对他来讲，好像是他内在那个期许哈，有一个具体的呈现出来。除了这个之外，他内在所缺乏的，他内在有一些缺乏的东西，他渴望被填补的。我觉得用渴望有点太重，就是说他内在有一个小小的平衡感，他一直有缺少，如果有东西可以补齐，他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平稳、比较舒服。所以我才说，刚他遇到你的时候，会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是因为在他心底的投射里面，你拥有他缺少的东西。也许你觉得那个不值得一提，可是对他来讲，他人生可能从来都没有
过的一种，譬如说个性的外向、表达的思维的特别有见解这类型的啦，他可能从来都没有，或是表达自我非常流畅，或是甚至对神秘主义的理解、身心灵的理解，他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对他来讲是非常陌生的。而在你身上，他感受到了这个新视野，其实他也有一种，他也有在你身上看到这个啦哈，他这有一个反弹作用，就是说他看到你的时候，有一股新的力量从他内在里面奔放出来。他这是一种反弹，是一种反动，并不是主动要去从你看到你都主动从身体里面散发出来的，不是，而是你给他的一个东西，跟他的渴望，跟他内在的一种欲求撞击之后反弹回来到他生理，然后爆发出来的一种激动、一种激烈感，让他心底本来一些平静的水、平静的东西，他有一些波澜了。所以他把它转换成他对于你的喜爱的一种情绪上的激昂。所以我认为他遇到你的时候，会有一股冲动，会很想跟你告白，会跟你表达，你会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人。可能对他的，我觉得在他的人生里，可能也很少用这么激烈的方式，或用这么冲动的方式去对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情绪。因为这边看起来他比较固守，或是应该说他的情感的表达真的比较年轻，比较年龄层比较小，比较单纯，比较 pure， 他没有那么多的表达经验，没有那么多的情绪的，他都是借助别人的情绪，或是影集的情绪、电视的情绪、影片的情绪来做一个投射，来做一个好像自己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投射，可他从来没有亲自在第一线碰到应该要用他自己的情绪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的那一刻。但他遇到你的时候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在遇到你的时候会有很快速的告白的节奏啦。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是节奏？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踌躇一阵子啊，试着跟你交朋友一阵子啊，开始暧昧啊，才跟你告白。他没有，他这个速度很快，他很快就会表达说是否可以跟你试着交往看看，或是多一点相处这类型的哈。好，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大致上应该是这样啦。时间点的话，我帮你抽2张来看一下时间点好了哈，免得大家听了这么多会说那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呢？这样哈，总会有这个疑问。那我帮你抽，哦，别急哦，来。倒吊人牌的时间点看一下哈，这个是倒吊人牌的话，好，请这样子算是，我觉得啦，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看，但有一点点小小的可惜是，它其实有出现在你身边。因为我先预设，因为我这个影片发的时候是4月底了，所以它确实有一个讯号是最好的时间点就是3月，2月底到3月，所以它有可能已经出现在你附近过一次。可是你们的交流跟接触没有出现过，所以他没有一个告白机会，他还没有认识你，所以他有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契机在这里。但我们再往下推敲，往下来看的话，我不认为要到明年啦。但我再帮你翻一下，我觉得应该还有接下来剩下的季节里应该是还有哈，因为还有3个季节嘛，我再帮你看一下，因为这2张只有讲到之前的，帮你捕捉一下能量大小了，这样子哦，看一下一样，他这边又在讲说最好的时间刚过，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的讯号，看一下60，你期待一下暑假
快结束的时候，就是天气热，天气热的尾声哦，就是你今年啦，就是你近期会有一个天气会开始变得比较热，然后热到一个程度之后，它开始要转凉的那个时候，然后再一路到要进入冬天前，大概就这一段，就整个我觉得就整个秋天会有一个非常高的几率，它会出现在你周围。应该是说，反正我就觉得它夏天开始之后，就会出现在你周围，因为它这个火能量还蛮强的，好，不管怎么抽什么的，它火能量都还蛮强的。我觉得它会在一个比较热的情况里面会出现哈。那他看到你跟你告白的时候会在秋天，我觉得最接近的时间可能会在天秤座要生日的时候。天秤座开始生日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就是他跟你告白，跟你最接近的那个能量会，这边给的讯号就是那个时间点，他跟你最接近的时候会在那里，所以在照我们刚刚讲的速度来说，遇到人很快要告白，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节奏，你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大概秋天的时候会有比较好的邂逅，会可能会有一个蛮好的告白，而这个告白可能会有一种示好表达，我觉得他不太会是慢慢接近，我觉得他会很快就跟你表达，然后在秋天。好，那你期待一下吧，这就是选择1号的朋友哈，就这样咯哦。祝福你哦，好，谢谢你们来听。好，接下来是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来，今天的题目是有个人要跟你告白了哈。这个题目我们每个月都会进行1次，好，因为这个是蛮热门的题目，你可以重复听不同的时间点的影片来看看哪个故事线最符合你现在的。就是说你最接近你的现实了，就是你的生活环境，但也有可能会有重复的内容，那表示那个故事线啊，这个能量是非常稳定的在发展中，你可以多看听看看哈。来，再来是2号的朋友们，来先抽5张牌来确定一下哈。好，哦。或者说一张一张来说好了哈。这个开始的话，表示说你们会在一个蛮好的一种比较有生活感的、比较物质层面的状况下做一个交往、做一个相处了哈。再来往下看一下哈。然后你们可能会引发蛮多的。会互相激励起更多的生活上的一些新计划啦、新选项啦。好像说之前心底内在里所期待的一些生活方式、一些小小的旅程、一些小小的梦想，因为遇到这个人，因为他的出现啦，他跟你告白之后，你们两个有在相处之后，然后应该也就是说，他跟你告白之后，你会认识一下之后，你就觉得蛮契合的，会有一拍即合的感觉。然后它会激起你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好像可以一起去哪里旅行，好像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什么，还可以去做一些副业什么的。就你心里的某些小梦想、小想法，因为这个人而被激起了可能性哈。再来，的确，这个被激起的冲劲、激起的可能性、激起的新的野心、新的企图心，原本只是在你心里想一想的事情。不知为什么，这个人出现之后，你都觉得你自己好像可以达得到的，所以这个人蛮像是你的一个生命里的一个贵人的角度在出现呢。哦，毕竟他是自己来的，他是来跟你告白的哦。我都觉得像这一题啊，会来跟你告白这个，我都觉得像是宇宙，或是你心里的某种欲求，或是你跟宇宙有所许愿，那他准备好了某个人要来跟你告白。来跟你交往这样子，好，也就是基本上也是因为能量合啦，所以才会有所连接。那确实这边一样，在佐证了刚前面的概念，它确实会带领你进入一个全新的视野、新的境界。好，这个跟选1号牌的有点类似，所以我大概可以预测到第3号牌也会有这一个。这一集的影片里面，会跟你会选的，会选到的可能都是会带领你进入一个新的视野的。等一下我们再来看3号牌是不是也是哈？那2号牌的确定，这个是非常明确的，还比第1组牌更明确的告诉你，它真的会激起你心里某种全新的人格。
我觉得是人格，因为他一个人格结构有所改变哦。来，我再帮你看一下更深层的。的确，no doubt，他就是往那个方向走。这张牌的出现，我觉得是浪费了一格。他只是在佐证，我觉得我已经挖到的最内心的那一种能量的目标。你们，我就选了2号牌的朋友，我真心的希望这一组牌会很快就降临在你附近，因为这个带领你进入新视野、新局面的人，他除了跟你蛮契合之外，他真的有一拍即合的状态耶。水能量是在我喜欢的时刻出现，但是他有一个东西，可能跟你所期待的人不太一样哦，他可能不太是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样子，外表也不是，个性也不是，反正我必须说，你现在心里以为的那个样子都不是，他不是，反正我这边牌面没有这个讯号，但我脑子有出现这个讯号。它是一个非常奇特、非常意外之选。它有这个讯号哦。它来在这里的讯号给我的是，它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来自另外一个视野，来自你生命的盲点的角落出现的。因为它有一个突破性，它有一个为什么我一直想？因为我觉得它很像是偷偷从你背后拍你肩膀说，我们来交往吧，这种概念，然后你会有很多的惊讶，很多的惊喜，会想说，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人？怎么会是这个人？怎么会是这个声音？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怎么会是这个造型？怎么会是这样子？但你在那一刻却感觉到一种无比的舒适感。这5张牌给我的一个基础讯号是这样啦。来，我们再往下深挖一下。整个概念的发展应该会是，来看我能挖到什么局面。来，我们一区一区来翻哈。好，先来看一下这一区，这边有一些小建言啦，我发现这一个人可能已经出现在你附近了，但你有朋友，你生活圈里有人有发现他喜欢你了，但有人在阻挡。这听起来好像很负面但我觉得这个阻挡比较像是说，比较像是有一种怀疑的心态啦。在你的外圈有人有别的力量在问他说：“你确定吗？你是喜欢他的吗？或什么这样子哈？”然后这是一个可能，也有一个可能性是，其实这个人应该，这是我要讲的是第二个可能性。我觉得我比较相信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比较像是说，这个人本来应该要很快就要跟你认识，很快就要跟你接触，可是你中间有些朋友或什么，有一些杂物突然出现了，又把他拉得离你远一点了，然后他本来又很靠近的，可是又意外的把你拉得有点远了，比较像是说，今天你本来要去参加一个 A 聚会，他也会去参加这个 A 聚会，然后你们就会遇到了，可是中间有别人跟他说：“我觉得你应该要去参加 B 聚会，或是他们给他一个别的事情，他就没办法去参加 A 聚会了。”会有这种外力。那还有一种是工作上的，本来他应该要去你们公司或是你的工作环境里面有所工作的接触。我觉得这个讯号比较小啦，我觉得大概可能会有这个情况，但是他突然间被外派到，或是被给新的工作。突然转弯了，不会跟你见面。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它有一种很硬的外在能量，让你们本来很快见面的这个速度
好几次转弯了，大概就这样哈，但也还好啦，我觉得没有阻挡过多少次。然后还是一样他对于这个人的出现对于你去理解这个世界会有一种全新的能量在你内在，反正它也是一种，你有一个全新的人格会跑出来啦。认识这个人之后，再看一下光，然后你遇到他之后，你会对他充满好奇心，他也会，他其实他在跟你告白前他我先说，他看到你要跟你告白前，他对你这个人是充满好奇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可能会觉得说，怎么会是这个人，或是会是一个意外，他完全不在你想象中的样子。他也是他也是，他遇到你的时候有一股很莫名的、很奇异的、很陌生的吸引力，就是说，好像从来不在他世界里面出现的。就是说，他今天如果要去选物店啊，他原本已经心里有期待，他要买什么了，可是他意外的发现说，奇怪，这个东西我从来没见过，是很特别，我就是特别想要拥有它。他遇到你的时候会有这个讯号，就是我所谓的陌生的一种吸引力他遇到你的时候，确实有出现这一股能量。来，我再看下一个。当你被告白之后，这个人出现很明确的跟你告白之后，你会突然很需要你的朋友的认可，你会突然很需要从你朋友那边的确定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应该跟这个人交往。我觉得在你的朋友帮你确定之前，你还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喜欢但好的是，你的朋友很快就会告诉你说，这个人不错，这个还可以试试看，就是一种直觉上的觉得好像可以然后我这边有看到的一些就是在身心灵方面啦，内在精神方面，这个人的内在有蛮多适合你的智慧，蛮多适合你的鸡汤，蛮多适合你的人生经历。就是说，你的人生还没有遇到某些经历，但是他已经有了。所以，当你未来有些事情需要有人在内在精神方面给予指点方向的指引的时候，他都有。所以，我觉得2号牌，我觉得更多的像是一种你人生旅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贵人，但他倾向于用恋爱的方式、交往的方式出现所以我觉得2号牌蛮受祝福的啦，很多能量都是处在一种，本质上你们就应该要在一种浪漫的亲近情怀之中相遇而在一起，然后可是你们的这个相遇的节奏是比较缓慢的、比较温柔的、比较轻巧的，节奏真的没有很快就是慢慢的，有点慢慢吞吞，那种温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会先看到你，然后好奇你一阵子。他并不是观察你或判断你怎么样，他是好奇你一阵子，因为你身上有太多让他好奇的事情。然后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并没有任何期待，他只会到了某一个满点的时候，他就会去跟你告白，去告诉你他对你的好感这些的。那一刻就是我刚刚说的，他的出现会让你觉得怎么会是这个人这样子？确实是有，因为他确实在意料之外啦。他甚至连你旁边的朋友或什么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惊讶的状态，就是会有一种 why 的感觉会出现但是可以期待一下啦，他内在有在于未知，在于无法看到，在于阴暗的角落里面，牌面上给的是一种很高能的智慧跟智商
是一个品质很好的能量，躲在一个不太显眼的位置哦。所以这个人的本质跟内在可以期待一下。如果你近期真的遇到一个人跟你告白的话，他的好不容易在表面上被你察觉到哦。来，我再继续看哦。我再帮你看他了，我再帮你仔细看他，好不好？好，来帮你看他啊。好，他有某种，其实他有某种很特殊的浪漫感呢。他其实他的浪漫感哈，我觉得来自于某种文学，来自于某种哲学上的浪漫。也就是说，他的就是说，我为什么这样形容？就是说，有些人的浪漫的情怀或是浪漫的想象，可是来自于卡通，或是来自于爱情电影。但他的不是，他的蛮多的是在于读一些哲学啊、文学里面的词汇里面的浪漫所品味出来的一种，我觉得很精致的一种。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种很精致的品味啦。所以他对你的好奇，是因为他发觉了你的人有一个特殊的美感。我觉得形容它就是美感，就是一种品质上的一种很特殊的。反正他就觉得你很特殊啦，他觉得他在他有很多的认知里面，你算是蛮特殊的。那其实我们刚刚说他在某些很有品质的一种人格啊、智慧上啊、内在啊、涵养上面躲在很阴暗的角落。可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有发现你身上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是在他摸索这么多很隐晦的事物上面的时候，他从来没见过的。总之，你对他来讲很特殊啦，非常特殊，真的不在他预期中的，不在他人生经历里面有看到的，所以他会很想要从他的世界里跨越到你的世界里，然后去认识你，去知道你到底是谁，为什么对他有如此特殊的吸引力跟心里某种悸动。好，所以在这里来说，与其说他可能是你人生生命中的某种贵人，以恋人的形象出现来说，至于他的话，我也认为也很像是他的人生旅程之中看到的某种亮点、某种明亮、某种星星。他觉得好像可以捕捉得到，所以他想要去捕捉到。所以这件事映射了某一种身心灵的启发。我认为这一个人他的出现在某方面是在去告诉你，其实你原本以为自己的平凡，其实可能你是因为太过要求自己，太过苛责自己，太常去跟外面特殊的事物所比较，而忽略自己的独特性跟的个人的特殊性啊，就魅力各方面的，它的出现在告诉你说，你渐渐忽略了的这件事，在别人的眼里是不一样的宝石，是不一样的光彩。哦，他这个人出现有这个另外一个能量上的讯号。不过很幸运的是，他用恋爱的形象跟恋爱的模式出现在你生命里，所以他带来的幸福感跟浪漫指数其实是蛮高的。我觉得选2号牌的朋友，觉得我很希望这个赶快出现，因为它对于你的人生的成长跟幸福感的体验，或是你会难得一次很接近什么是爱情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跟很重要的阶段。哦，这一段我觉得蛮好的。好，那我们还是一样哈，帮你捕捉一下时间点啦。哦，听了这么多，大家都还是会希望能看到时间点的部分哈。来，帮你用3个来大概看一下能量最好的时间点哈。好，
想哈，嗯让我想一下哈，75有一个重复的时间呢。夏天之前，春天末，春末夏初，或到夏天的中间。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看这个牌，但是大概有一个季节时间点是这个春天快结束的时候，然后一直到夏天最炙热的这一段时间，很有可能这是他跟你告白，或是出现在你附近的一个时间点哦。最近的就是这个，最近的，很靠近的就是这个哦。那如果你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后才看到的话，可能就是要等到下一个因为这个影片我会在4月底的时候发布，所以如果你是在4月底来看的话，我觉得时间点还蛮契合的，就是近3个月内。但如果你是超过之后再来看的话，我可能我帮你再看一次，我再帮你看到之后这个时间点的话，你应该可能会在什么时候也有一个新的能量出来，因为我觉得再等到下一轮的春天也蛮近的啦，可是它就是也是6个月以上哈，我觉得这样有点太可惜。这只是我来看这能量有所暗示，可能会有到什么程度。2哈，7，只能说很可惜，没办法哈。他最好的选到2号牌的朋友，最好的时间点就是春天末到暑假，就是夏天中。它有一个小小的时间，它会提早。如果你是已经超过之前之后，你是秋天、冬天再看，它会提早。它可能一进春天就会有出现，但是能量要起来，它这还是要到春天的中，所以它最快也要到3月初，3月中、3月底这一段，就是牡羊座要生日的时候。好，所以如果你是最近看的4月最近看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期待一下，可能它就将要出现在你的附近。那没有可能就是再等一下了，就要等到下一个循环了。好，就这样哈，这就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祝福你哈，真的祝福你能够尽快出现这一个人。好，那就这样咯，谢谢你来听。然后我们接下来是选到第3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有个人要跟你告白哈，那这个题目我们每个月都会进行一次哦，因为它是一个大家很爱听的一个题目，而且它会在每一次的故事线，你每次选的故事线里面，可能会重组出一个最符合你的现实跟最接近你现在的情况的一条故事线哈。因为它不会只是一条故事线，然后它只会这样发展，它可能会有很多的重叠性。好，所以你可以多听哦，你会慢慢的。我觉得宇宙可能会给你一些更具体的牌面，可能会给你一些更具体的、符合你环境的一些线索。好，来，总之多听的话，也会有一些身心灵上的一些启发啦，哈，会无形的会有一种内在的一些启发会出现哈。来，就这样哈。来，我们来先抽5张牌来看一下，今天这题选到3号牌的结构是什么。你们的能量连接很好的是，就是从一个水能量开始，所以他遇到你的时候，是他看到你的时候，本身就是处在一种浪漫的情况，一种对于爱情的想象的一种初始能量开始的，所以很可以确定的是他第一次看到你或者看到你的时候，带来的一种心智上的美感是属于甜蜜的浪漫主义的浪漫世界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出现在一种生活感，对于一种想要相伴的、想要跟你一起生活、想要一起去旅行的性质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有些人是处于一种
很浪漫的结构的数值很低，所以他可能表现出来会比较呆板，会比较木讷，不一样。可是3号牌的朋友就是他是处在一种浪漫的气氛上遇到你，所以他对你的最基础的感受、最基础的想法就是从一种有点小抓马啦，有点像浪漫电影这样子的爱情电影这样子的出发点开始的。好，没错哈，他对于你的感受是非常急速的，一看到你就有一种急速的恋爱感从内在出现，但他是没有被他察觉哦，就是没有被他察觉，是在一个很深很底的一种恋爱欲望被唤醒，而且甚至是他原本有点抗拒的恋爱情愫，就是说他可能原本觉得爱情就是爱情，可能也要一种比较生活感的、比较实际的，不要那么多 drama 的，不要那么多超现实，不要那么梦幻的。可是他遇到你的时候，这个在内心有所抗拒的恋爱模式，竟然在内心里突然被唤醒，有一种在跟他讲说：“试试看啊，无妨啊。”好，然后告诉你说：“这你自己有点在内心在跟他说。”这也是你所渴望的一种啊！你为什么要抗拒它？会有这种声音在他内在里出现，一种无意识的奔放从他内心里涌起了。好，你会在这一个恋爱里，简单来说，这是一个也是不在你原本预期的恋爱模式里出现的啦。你们相遇的情况。相遇的场景、相遇的关系，他从哪里出现？是朋友的朋友还是什么？都完全出乎你意料之外。然后，模式也不是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一个梦幻场景，不是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欣然接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一个人给你的第一次的初始印象跟初始感觉非常好，非常好。因为目前看起来，光是3个我觉得从内外、内在啊、外在所搭配起来的，都是一种很美妙，有一个很美妙的，甚至整个空气里是有音乐的一个状态。虽然我都还是有发现，你跟他都处在一种意料之外的状况，有种没有在状态里的状况遇到彼此，都有这个讯号，但是好像一切都处在一种很可以欣然接受，而有一种窝心感，有一种很窝心的感觉在里面。哎，好，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意料之外的状况，因为你们2个都在没有期待爱情出现的状态下遇到彼此，所以突然被唤醒了某种爱情的情愫的时候，2个人内在都有所抗拒，是不会是这个时候吧？会有这个讯号哦，会有这个讯号。而且你们心态上会有一种我没有要被打扰这一段时间，我现在一个人还蛮舒服的。可是他就来了，就有一种爱情来了怎知道？那虽然这首歌是春神来了，他就有一种怎么会这个时候要来？但你还是能够欣然接受了，确实是有他一个情绪上的转变啦。我再更白话来说，你们2个在遇到之前。2个人都处在一种很爱自己的状态，很爱自己的状态。你最多只会爱你的朋友、爱你的家人，但你没有要想要爱一个爱人的时候，就来了哦。来，再往下看，被我讲完了。那这个，在一个非常你的脑海的最深处。确实是有一种无形的困扰出现，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明明是很爱我自己，我现在没有要跟一个人在一起，我没有要恋爱的时候，这个人就出现了。那你会有一种欣然接受的感觉，是因为就会觉得这个人还不错，还蛮舒适，让感觉到还蛮舒服的。这样，那偏偏这个人的主动性还蛮强的，比如说这个人的主动性，因为他这张牌。他的那个急速、快速、
一定要马上行动的讯号出现，所以他看到你会遇到你的时候，他的表达对于你的告白，对表达想跟你在一起的这个速度还蛮快的。所以你会有一种措手不及啦。所以这张牌的一些困扰都是在那一种措手不及、节奏太快、不在你预期中的状态里发生的一种反应。好，我们再来翻其他的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你能接受，然后你也会觉得舒服了，因为它确实带来了。我大概知道，因为你很爱自己的状态好不容易形成了，可能是因为之前某些事情让你不得不转为你要更爱自己，所以你好不容易塑造成一种你可以很爱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它出现的时候，你心里某种想要被拯救的，想要在黑暗中看到希望之光的那一个本来很强大的欲望，被你压缩成非常小的那个状态，突然又被叫醒了，突然被照亮了，所以你心里就觉得说，我原本不需要了，可是现在又为什么要告诉我说，其实我还是很需要？我原本已经淡忘了那一种对别人的依赖、对爱情的依赖、对爱情的渴望，怎么又被我好不容易把它藏起来了，怎么又被叫醒了？这样子，所以你会欣然的接受，因为你本来就没有抗拒它，你只是想要把它淡掉、藏起来。这也难怪那个烦恼出现了啦。因为你突然对于自己跟自己和别人这两种安排有所困惑了，都是好事，都是好事。但是你有一种冒牌者症候群的一种类似状态出来，发现说，我已经把自己调好了，我已经知道我自己想要的好是什么了。可是现在又有一种我原本所期待的好出现的时候，让你心里会有一种，我到底是值得，我到底是值得被爱，还是我到底是值得我自己爱自己就足够了？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双重讯号重叠，所以当然啦，你那个困惑，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好的烦恼啦，有一种好的饱满叠加的烦恼，就有点像是说，我简单来就像说，你原本想喝一个饮料啦，但你原本只想喝8分满，可是它倒太多了，已经满出来了。就是也有一种可惜，有一种太多，但都是一种好的方向在进行。所以 ，OK， 你现在的烦恼就是有一种太多好的烦恼啦，但也还好啦哈。但是我比较在乎的是，你对于自己原本你已经好不容易知道你要怎么爱自己的这个角度哈。我懂你的困惑，我懂你的悲伤啦，但没关系，你就享受一下吧，就有种你终于爬回来，你终于爬回来了，你终于走回来了，你就好好的享受这段哈，或者是享受这个而已。反正就是这一段故事这个篇章。好，都是火能量在这里哈。我觉得当一切在太走向你的理智面的时候，你的困惑就出来了。我觉得我反而在这里要给你一些建议，就是放自然一点，顺着水，顺着风，抗拒火，好不好？抗拒一些你难受的东西，跟上一些你觉得舒适的感觉就好了。记得你现在会有一种抗拒感，记得跟着舒服的风，跟着安静的水流走，好不好？这样子比较好，这样比较顺，不要太。选3号的朋友，他这边建言讯号出来了，不要太对自己太严厉了啦，不要对自己太严厉了，回到一种小时候对于事物喜爱的那一种非常单纯的渴望就好了。不要想太多，你想要什么玩具，我就想要跟父母要，我就是要，我就要哭闹，我就是要这种很单纯的，而不是有太多的体会说会不会给父母带来麻烦啊，会不会这样哭闹太丢脸了，或是什么做一些事情会不会做错了，会不会后悔？小时候没有这么多这些，可是这一组牌，这一个人的出现，他有一个讯号，希望你在更单纯的去享受，更单纯的去接受。好，我再从别的角度帮你看哈。
可以在上面一点哈。好，看一下，牌子是说，这是一段非常非常非常丰盛的一份馈赠，一份礼物，有点在告诉你说，你以前的痛苦，你以前的悲伤，你以前的失落，你以前的付出换不回来你想要的东西，那是因为那一刻，那一个时刻，宇宙觉得还不适合给你，因为那个时候你还不太能够理解，或是有点像是需要很多好事来治愈你，所以那个时候如果给你你本来就应该得到的东西的时候，反而你会浪费掉。但现在这个人的出现，他带来的这个舒适感带来的好，才是你真正要拿到那些馈赠的时刻。所以这个人很像是带着礼物来给你的耶，因为你现在像是一个心态各方面都已经准备好的。哦，今天这三组牌跟我刚刚说的一样。我选到我在第二组牌的时候，我就说，今天这三组牌应该都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人，然后宇宙应该都帮你挑好了你这个时间应该要遇到的人。然后第三组牌更确定的是，这个人确实是像宇宙挑好的礼物，这个时刻给你最好。哦，所以才会在这个人遇到你的时候，看到你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急迫来等不及要跟你告白的一个讯号。好，也不是因为说宇宙挑好给你，所以他一定会跟你告白，也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就有很需要的东西在你身上发生，在你身上出现，他发现了，所以他想要，他的渴望性比你更高，你的被动比较多，你的迟疑比较多，你的心理的困惑比较多，哦，是这样，不过相信一下，宇宙它确实，他们用了极高的智慧，把这一个礼物选好了给你，然后。对于你对整个世界的理解，对于整个世界的一种善意，又到了一个要再度提升的一个分水岭。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突然从爱自己之后，你更理解所谓的感恩、世界的无常、世界的随机性，顺势而上的珍贵。你突然在这一个人出现之后，突然有所更高级的感受了啦。所以你在于智慧啊，在于对世人的一种怜悯的一种概念上的感受，比以前更高了。我觉得这是因为你更懂得，你很爱自己之后，这个能量对外散发出去之后的一个很好的结果。那这个你自己创造出来的馈赠，搭配了宇宙带来选的这一个人带来给你的馈赠，两相搭配之后，这个幸福感就出来了。所以我才说，它有一种好像好的事情太多，满意出来所带来给你的困惑，所以带来一种冒牌者症候群的感觉，就是我值得拿到吗？我是不是运气好而已，而是不值得拿到，大概是这个概念。你在选到三号牌的会有这个。于是选三号牌的时候，它确实还是有蛮多的讯号，希望你用我刚刚说的，用一种更年轻、更小时候的状态去接受你该得到的，你会得到的一些礼物啦、馈赠、丰盛感。用小时候的心态去，因为你本来就该拿到。那对啊，这里有很多的位置都是属于你的东西来了啦，都已经到了一个末点了，就是你本来就该拿了啦，这故事走到了这里，宝藏就是要出来了，你就领取它就好了，欣然的领取它就好了。来，我再看一下别的位置哈，我们帮你多探索一下他的人，好不好？因为这一选三号牌的比较多在于你的状态，因为他的部分就是一个很好的人，要来跟你告白了，很近哈，要来接近你。我们帮你探索一下他这个人的一些心境跟能量状态。
我翻比较多哈，帮你我多挖掘一下，仔细看一下。这个我要看一下。我们直接针对他这个人哈，他是一个蛮可爱的人啦。他是一个内在心智上蛮可爱的人，可能会像你生活周遭认识的射手座、牡羊座、双子座。我用这个来打比方，你会比较知道了哈。大概是个性是比较像这样子的，然后他们的内在世界，在他们的想象世界，他们也蛮接近双鱼座、巨蟹座的，有种浪漫的气质，水能量还蛮强的，会营造很多小细节，会送很多小礼物来，或是一些讲笑话来让整个关系上是非常柔软的。他的性格上是这样哈。那在夜晚的时候，他是可以给你依赖的。他很像是你出去夜游、出去玩了，一回家的时候，到家里门口会看到家里门口的灯被点亮了，那一种温馨感。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在能量的人哈。他也是一个对于生活上秩序、时间感非常重的人，所以你跟他在一起，并不会有一种生活非常混乱的感觉。他非常有秩序，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好好的，是很有秩序的。就算跟他去旅行或什么，他都会先安排好一些基础的方向跟内容。但他又不会太严肃，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他也算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浪漫的东西，还蛮多的哈。他算是有一种复合型的个性了，我觉得他的星盘应该蛮乱的，他可能掺了蛮多不同的，可能4个元素都有所沾到就对了，都在一些，就说也不算极致。不算极致的某种极致，它比较像是一种复合型的，我觉得算是一种蛮华丽型的内在性格。因为看到它的分布很平均哈，好像每一种优点它都沾了一点哈。好，这是他的状况。好，大致上就这样哈。那我帮你抓一下时间点，看什么时间点它出现的能量是最强的。我们先看3张好了。好，感觉好像是3种不同的。看到的是冬末、春初，冬末、春初，然后又到了秋，是跟我刚刚想的。我刚刚不是说它时间应该是分散的吗？确实，我跟你说，它没有。哎呀，怎么办？我只能说它随时都要出现了。这答案真的没有感觉没有翻到，它随时，但是我再集中一点说，可能啦，可能最好的时间点会在夏天，是夏天吗？没有，我觉得它是夏末秋初这一段时间的能量是最好、最强的，因为它有一个重叠性出现。然后这一个之后再往下，可能，因为我跟你说，它其实有一个更好的时间点啦，就是大概2、3月的时候，水瓶座生日那段时间应该会更好，可是已经过了，因为这个影片我发布时间是4月底嘛。那如果你是其他时间看的话，大概就是夏末秋天，整个秋天，再来就是要到水瓶座生日的那段时间，这样子前后。大概就这2个时间点会最好哈，它最适合出现，它最适合跟你告白，它的能量离你最近哈。好，总之大家就这样哈。选择3号牌的朋友，其实我觉得这幸福感跟好事，这是一个很好的好事的讯号，蛮多的哦。你可以期待一下哈。今天的牌2、3号都算是一种蛮浪漫的走向的，你可以去听看看第2号。那1是比较多的一些比较多的要求，比较理智的东西比较多。如果你好奇，你也可以去听看看。就这样咯，好，祝福你们哦，谢谢你们来听。